有人说气候变暖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为什么？因为有反例啊，比如说太阳周期性的变化会导致地球接收热量不均衡，或者地球轨道偏心率的变化也会导致热量的增加或减少。太阳可是宇宙的力量啊，渺小的人类怎么可能改变宇宙的力量呢？所以气候变暖是个伪命题。这么一讲，的确感觉很有道理。气候变暖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它真的会引发毁灭性的灾难吗？有关这个决定人类命运的话题，咱们还得从头说起。时间要回到1962年的春天，罹患癌症的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在山间的小路上散步，此时正是万物复苏、绿意盎然的春天。卡森却隐隐地感到有些不对头，到底是什么不对劲呢？卡森停下了脚步，四周万籁俱寂。突然间，卡森发现了问题，太静了。为什么森林中没有鸟的叫声呢？那些每年都会在这里欢叫的鸟儿去哪里了？卡森感到不寒而栗。他回到家后开始奋笔疾书，因为卡森的春天是如此的安静，书的名字就叫《寂静的春天》。那些鸟去哪里了呢？原来是人造化学杀虫剂杀死和驱赶了这些鸟。地球上的生物开始生活在人类编织的一张化学品毒网中，罪魁祸首就是我们自己。寂静的春天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轰动，成为20世纪最畅销的图书之一。2年后，卡森因癌症逝世，时年56岁。但是他的书却印在了人们的心里。不断发展的科技能力已经变成了一把双刃剑。人类活动居然能够改变大自然的环境，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气候变暖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很多人不相信是真实的。否认气候变暖主要有以下2点证据。第一，气候变暖是由太阳活动引起的。太阳是我们恒星系当之无愧的霸主，太阳的质量占整个太阳系质量的 99.85%。太阳每秒钟向外辐射的总热量约为 3.846 乘以10的26次方焦耳，而地球接收到的太阳辐射能量大约只占太阳总辐射的 0.00000045， 也就是10亿分之 4.5。 这样看来，太阳只要稍微提升一点点温度，就能给地球造成极大的影响。那太阳有没有周期性的变化呢？当然有。太阳黑子每11年就会经历一个周期性的变化，从黑子多的活跃期进入到黑子少的低谷期，下一个11年又从低谷期进入到活跃期。太阳黑子周期变化是地球变暖的原因吗？科学家计算，活跃期太阳辐射与低谷期相比，变化的幅度仅约 0.1%。如果再乘以太阳总热量的10亿分之 4.5， 热量的变化就很小了。这些热量不足以造成地球变暖的趋势，所以太阳黑子变化对地球气候产生的影响不大。但是太阳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神秘恒星，它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比如几十年到几百年的时间跨度里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在公元1645年到1715年之间，太阳黑子的活跃度极低，导致地球的平均气温比正常时期低了 0.5到1摄氏度，气候明显变冷。英国天文学家爱德华·蒙德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研究，因此在气候史上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称为蒙德极小期。在中国的史书中也有记载，当时北方许多的河流在冬季完全结冰，比如黄河和大运河，严重地影响了漕运和贸易往来。大家都知道，公元1644年是朝代更替的一年，那一年清军入关，占领了北京城。由此推想，也许南明王朝的迅速灭亡与蒙德极小期带来的气候变冷有一定的关系。这一段有点扯远了，还是回到主题。长期的太阳变化会促使地球气候变暖吗？答案是同样不会。1970年以后，科学家使用卫星测量太阳辐射强度，发现这半个世纪太阳活动强度并没有增加，反而有轻微下降的趋势。但是地球表面温度却在持续的快速上升，这说明全球变暖与太阳活动的变化不符。
这样看来，全球变暖与太阳变化没有关系，我们就先排除掉了第一个假设。现在再来看反对气候变暖的第二个假设是什么？第二个假设是地球轨道的变化。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是塞尔维亚天文学家米兰科维奇，所以这个理论也称为米兰科维奇循环。地球轨道变化也非常的复杂，最主要的有3种变化值。第一个称为轨道偏心率。什么是偏心率？地球环绕太阳的轨道不是一成不变的，当轨道较为椭圆的时候，地球在近地点会接收到更多的太阳辐射，而在远地点时辐射较少。第二种称为地轴倾角，这是地球自转轴与轨道平面之间的倾斜角度，这个角度在 22.1 度到 24.5 度之间不断变化。目前的地球倾角为 23.5 度，倾角越大，夏季和冬季的温差就越大，季节性气候变化也就越显著。第3种称为岁差，这是地球自转轴方向的摆动，也可以看成地球的2极指向天空中的哪颗恒星。岁差会使季节强度产生变化，例如北半球的夏季更热或者更冷。现在问题来了，地球变暖与这3种轨道的变化有关系吗？科学家计算，轨道偏心率的周期有2个，主要周期为10万年，次要周期为40万年。地轴倾角的周期约为 4.1 万年，岁差的周期约 2.3 万年。在这么长的气候周期中，气候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所以地球的轨道变化无法解释现代工业革命以来气温快速升高的趋势。这样看来，米兰科维奇循环也不是全球变暖的原因。以上就把支持气候变暖是骗局的2个主要的科学假设给否定掉了。但是光否定是不够的，要想证明气候变暖是真实的，还需要找到支持这个结论的科学证据。这样的证据存在吗？近几十年来，很多研究都提供了相关的证据。下面我举几个主要的证据，大家可以来分析一下这些证据是否合理。第一是冰芯分析，在地球的2极地区存在着冻结了100万年时间的冰，冰层是一层一层覆盖上去的，冰层越深，意味着年代越久远。科学家可以通过冰芯钻机将深层的冰取出来，这些冰芯其实就是时间胶囊，每一层冰芯切片都保存了对应年代的大量信息。通过分析冰芯中的气泡，计算气泡中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就可以重建几十万年时间里大气的温室气体水平，得到古代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数据。这种科研方法就称为冰芯分析。通过计算，科学家发现地球的温度和温室气体的浓度高度相关。每当温室气体浓度升高时，温度也会随之升高。在工业革命前，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为约280百万分之一，如今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超过了420百万分之一，是80万年时间里的最高水平。冰芯分析提供了古气候的直接证据，明确揭示了温室气体浓度与气温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二是海洋变暖，海洋占地表总面积的 70.8%， 是地球上最大的吸热装置，90%以上温室效应产生的多余的热量都被海洋吸收了，远远超过大气和陆地吸收的热量。科学数据表明，从20世纪初以来，海洋表层温度上升了约 0.88 摄氏度。海洋变暖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就是它会导致水体的热膨胀，这是海平面上升的主要推手之一。另外，暖海水会侵蚀极地冰盖，导致冰川加速融化，也会进一步提升海平面。很多人不相信海平面在上升，那么上升的数据是如何得到的呢？最精准的测量工具是卫星。1992年，美国发射了托佩克斯波塞冬卫星，这是第一颗专门用来监测海平面的卫星。后来又陆续发射了张森系列和哨兵6号卫星。卫星上有一种叫做雷达高度计的仪器，可以向海洋表面发射微波信号，
根据信号折返的时间，可以精确地计算卫星与海平面之间的距离。除了海平面监测卫星，还有一个全球海洋浮标 Argo 计划。Argo 是一个全球性的海洋观测网络，由数万个海洋浮标组成。这些浮标可以测量海洋的温度和盐度，用来计算海水的热膨胀，从而得出海平面上升的数据。这些都属于直接测量。还有可以间接测量海平面变化的数据，比如重力测量技术，也是使用卫星，通过监测地球引力场的变化，间接地测量海平面的上升。另外，大家比较熟悉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 可以通过测量地壳运动，间接地测量海平面上升。通过这些科学手段，科学家发现20世纪的海平面平均上升速度为每年 1.3 毫米，100年里上升了13厘米。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海平面上升骤然加速，已经达到了每年 3.7 毫米。通过对海平面上升的研究，发现海洋变暖是一个确凿无疑的趋势。有的朋友会拿下面这样的图来讨论。从图上看，1880年的海平面与2020年的海平面没有区别，凭什么说海平面上升了呢？事实上，这些朋友犯了使用非专业数据作为证据的错误。1880至2020年，海平面上升了10几厘米，这种变化在照片中无法用肉眼察觉，就像一个人在1年里身高增加了3厘米，这在照片中很难分辨出来，但是通过尺子测量就非常确定了。可见，图像的分辨率和人类感知能力不能代替科学的精确测量。这种类型的照片并不意味着海平面上升不存在。第三是海洋酸化。所谓海洋酸化是测量海水酸度值的变化，主要有2种测量方法。一种叫玻璃电极法，使用特制的 pH 电极测量海水的氢离子浓度。还有一种叫光学 pH 传感器，它基于光学吸收的特性，通过测定染料在不同 pH 条件下的吸光度计算 pH 值。在所有海洋科考船和海洋观测站上都会配备这2种测量仪。pH 传感器也会安装在 Argo 的浮标上，就是前面讲的全球性的海洋观测网络，测量海洋酸度数据。为什么要测量海洋酸度？这是因为海洋酸度与大气的成分息息相关。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大约有 25% 到 30% 会被海洋吸收，吸收的二氧化碳与海水反应形成碳酸，然后分解为氢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这就是海洋酸度增加的原因。科学家发现，自工业革命以来，海洋表层的 pH 值从约 8.2 下降到了 8.1， 下降约 0.1 个单位。这个变化看似微小，但由于 pH 值是对数尺度，这表明海水的酸性增加了约 30%。这个数值明确表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一直在持续增加，说明温室效应也在逐年增加。海水酸化会产生大麻烦，对生态环境的危害极大。比如说，有一种叫盖板金藻的浮游生物，在一些低营养的开放海域，盖板金藻可以占到浮游植物总量的 20% 到 40%。海洋酸化会使盖板金藻的钙化能力减弱，进而影响整个海洋食物链。食物减少了，海洋生物会大量减少，甚至加速灭亡。海洋酸化还有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下降，这会使更多的二氧化碳滞留在大气中。第四，与气候模型吻合。气候模型是基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学规律的数学工具，可以模拟地球气候系统的运行。气候模型不但可以重建过去的气候变化，也能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趋势。气候模型准不准确呢？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1991年，菲律宾吕宋岛的皮纳图博火山爆发，是20世纪陆地上第2大规模的火山爆发。火山爆发的影响扩散至全球各地，共喷出约2000万吨二氧化硫，急剧地改变了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成分分布。科学家运用气候模型计算，火山爆发会使1991至1993年间全球的平均气温下降约 0.5 摄氏度，南极臭氧层空洞会在短期大幅增加。经过3年的观测，
气候变化数据与模型高度一致。前面也介绍过，冰芯分析取得了几十万年的气候数据，这些数据与气候模型也是吻合的。这说明在当前科学水平下，气候模型非常准确。科学家对地球气候系统复杂性的理解已经非常深刻了。模型显示，如果移除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全球气温的变化趋势会趋于平缓，甚至会呈现略微变冷的趋势。第5是气体含量分析。对地球大气气体含量分析主要是通过卫星来实现的。卫星使用光谱仪测量太阳红外辐射穿过大气层后的变化，也可以利用微波辐射探测技术测量二氧化碳、甲烷、水汽的浓度及分布。比较知名的测量大气卫星有 NASA 的 IRIS 大气红外探测器、欧洲的哨兵 5P、日本的 GOSAT 温室气体观测卫星。这些卫星数据表明，气候变暖的范围是全球性的，从热带到极地均有显著升温。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速度在过去150年内显著加快，超出了自然变化的范围。温室气体主要来自工业排放、农业和森林砍伐，证实了气候变暖是人为驱动的。以上5点就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证据。除了这些主要证据，还有一些间接的证据，比如树木年轮和化石。年轮也是非常好的时间胶囊，在温暖湿润的年份，树木生长加快，形成的年轮较宽；而在寒冷干燥的年份，年轮较窄。通过分析树木年轮的宽度变化，科学家可以重建数百年至数千年的气温变化记录。能看出这是棵树吗？除了年轮，植物化石也是重要的分析工具。植物化石中的碳同位素比例可以反映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可以与冰芯分析相互印证。还有珊瑚的化学成分也是重要的分析工具。珊瑚每年都会形成一层新的骨骼，和树木年轮类似，因此能够逐年甚至逐月地提供气候记录。珊瑚骨骼中有一种硼同位素，它的变化可以证实海洋酸化对珊瑚生态系统的影响。当海水温度高于正常水平1到2摄氏度，时间超过数周时，珊瑚就会大量的死亡，成为珊瑚白化现象。2014到2017年发现了历史上最长的全球珊瑚白化事件，影响了98%的大堡礁，其中30%至50%的珊瑚死亡了。珊瑚礁非常重要，它们是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热带雨林，在珊瑚礁附近生活了25%以上的海洋物种。如果珊瑚死光了，会导致海洋生态系统崩溃，包括鱼类、无脊椎动物和海洋哺乳动物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还有一种间接证据，称为湖泊沉积物记录。湖泊沉积物是由湖泊中的颗粒物质、化学沉积物和生物残留物逐渐堆积形成的。沉积物与树木年轮类似，也会形成年纹层，每一年都有一个沉积层。通过分析年纹层的厚度、成分和颜色变化，可以推断每年的气候条件。科学家通过对贝加尔湖、美国五大湖、非洲的坦嘎尼卡湖等湖底沉积物的分析，发现进入到20世纪以后，这些大湖中有机碳含量明显增加。这说明现代气候变暖的速率比过去1万年的任何时期都快。通过前面举的这些例子，可以证实气候变暖并不是骗局，它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不相信气候变暖呢？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对科学的误解或误读。气候科学是一门复杂的知识，很多人对温室效应、全球变暖这些基础概念不了解，导致他们难以接受相关的理论。另外，对个别极端事件有误解，比如有人认为自己所处的地区比以前还冷，似乎与全球变暖矛盾，这是以个别概括了整体，犯了以点带面的错误。比如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下起了100年难遇的大雪，大家会认为这不是全球变冷了吗？实际情况是，因为北极地区的冰盖在加速融化，削弱了极地漩涡的稳定性，极地的冷空气更容易向南扩散，一直吹到了佛罗里达。这不是全球变冷，恰恰是全球变暖的反应。
第二，触犯了经济或政治利益。气候变暖必然要求减少石油、煤炭的使用，会给这些行业带来冲击，他们可能资助或者传播相反的讯息。另外，一些人将气候治理与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比如他们认为治理气候会扩大政府的权力，出于政治原因拒绝接受气候变暖。第三，媒体与信息传播的影响。网络上存在很多气候怀疑论的文章和一些伪科学家提出的误导性信息，这些信息容易让人对气候科学产生怀疑。另外，很多人有选择性的偏差，他们倾向于只接受与自己观点相符的信息，忽略科学界的主流共识。第四，心理与文化的因素。全球变暖的后果可能令人感到恐惧，一些人选择拒绝相信，可以避免恐惧性的心理。另外，很多人更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和生活方式，他们在意的是短期利益，未来怎么样，他们并不是很关心。气候变暖的数据是非常吓人的。科学家统计，自1850年至2024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约 1.55 摄氏度，全球海洋平均温度上升了约 1.1 摄氏度。2024年，全球超过100个国家经历了有气候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不只是地球表面，卫星记录表明，1979年至2024年，对流层的温度也平均上升了 1.2 摄氏度，地球大气层的温度也在不断升高。看来，不论是地表、海洋和空中，地球都在全方位的变暖。气候变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气候变暖可能导致极端天气、生态系统崩溃、粮食和水资源危机、社会冲突加剧以及巨大的经济损失。气候变暖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威胁，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全球性危机。气候变暖不是一个人造成的，它是全人类共同造成的结果。当然，也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挑战。这就需要坚决落实巴黎协定，力争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地球只有一个，保护全人类共同的家园，不是口号，而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聊。